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是张作骥导演的《当爱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才高3而已。对，对，然后那时候我读的学校是在那个新店的庄敬高职，就是表演艺术科。那反正我是那时候我高1跟高2都是学舞蹈。那时候我以前啊，就最小的国小4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长大以后想要就当像可能蔡依林吧，就是会唱歌会跳舞，而且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就是我也是准备很久，一上台全部空白，然后每一次就遭受到很多挫折那种的。对，然后小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你站在你表演，小时候我表演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会很开心，所以我小时候就觉得说，哦，表演就是会让爸爸妈妈开心，所以我就开始一直想要就唱歌跳舞这样上去。对，那其实，在高1高2的时候，那时候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哦，我很想红这样子，就是看到那些赚很多钱很红的艺人，然后就觉得，哦，我那时候心里抱着这个梦想。对，但其实。老实讲，我不是那种真的是很漂亮那种，因为很漂亮的那种就是可能像鼻子很挺啊，然后眼睛双眼皮很深啊，身材非常好，腿很长，其实我都不是那一型的。然后那时候我尤其是在庄敬表演艺术科，漂亮的女生更多，真的都非常漂亮。所以我高1跟高2啊，就有很多可能公司来甄选或什么的，然后。就永远都不会有我就对，但是我在老师的心目中是那种很乖，就是如果有分还好的学生跟每次都抽烟啊，然后翘课啊，然后跟作业都准时交，然后老师交代的都有，我应该就是属于那个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一直当就是好老师心目中的乖小孩，但是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因为如果我还没有被选上或是怎么样的话，我就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工作，真的是工作，然后朝这个地方前进。对，那就在高3的时候，张作骥那个电影工作室，他们就来我们学校选人。那时候我刚好他是因为我们学校有戏剧组，他其实是来找戏剧的。对，那我刚好迎新表演，对，然后那时候我是跳 punking。对，然后结果后来就被看到，很奇怪，因为我们学校5个人被选上，然后那时候有台艺大，然后好像还有南强，就很多表演艺术科的学校，就对。那时候我们学校4个都是戏剧科的，然后只有我一个是舞蹈科被选上。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大家都不看好我，就对，因为我也不是最漂亮那个，然后我又是跳舞的，怎么可能选上？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因为我是那种你越觉得我做不到，我就觉得好，我就做给你看那种。然后我有一个大我1岁的哥哥，我就跟他说，哦，我想要当明星。他就说，你腿那么粗，你要当明星？然后不然就是会一直说，哦，你长那样这样子，就觉得不可能就对了。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我就觉得好，我一定要选上，对不对？后来就很认真，然后做很多事情。那时候在工作室的时候。对，然后真的就没有想到，就真的让我拍了第一部电影，然后又是女主角，又得了台北电影节的新人奖。大家会觉得说，哇，我这一切都很顺利，就是我第一次拍戏，然后就怎么样？但其实我中间真的是吃了很多苦，可是那个你不一定会让别人看得到，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很顺这样，其实真的是会受很多委屈的，可是。你们就是不一定会看得到，对。然后当然就是得了奖以后，其实我觉得得了奖了以后，反而是另外一个说是灾难嘛，就是另外一个困难的开始。因为你好像得奖，你被肯定了。如果在电影圈的话，在演戏那方面的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演过戏。那一切都是因为张作骥导演，他非常厉害，他非常懂。他知道怎么样让演员演出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不是在演这个意思。可是他会抓那个神韵，就是可能我现在想说，你要吃什么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这个眼神比较像是在，这个人为什么都还不来，为什么不打给我？
可是如果他今天跟我讲说好，你等一下就演说你在等那个人，他一直不打给你的时候，我一定会乱想，然后就一定会演不好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最厉害的其实是导演，其实我这个奖应该是要给导演，就不是我就对了，对。但是专业的人会觉得哦，你已经得了奖，那代表你一定有受过一定的训练，你是要很专业的。对，那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我会有一点卡在就是好像你有什么东西，可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商业大片或怎么样的话，他也不会找你就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反而是我另外一个压力的开始，而且那时候我真的还蛮年轻的。重点是，当你就是可能看到你的好朋友啊，他们都约好要出去玩的时候，很多时候可是你必须要工作，然后你看到就是很多，就是你那时候想法也会不一样的，因为你会有压力，然后你得了新人奖了嘛，你就觉得说哦不行，所以我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好。然后如果我的朋友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讨论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吃什么，或是我们要去哪里玩啊，或是你觉得我头发这样直的还是卷的？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我跟他们很好，我很想融入他们，可是我心里面想的是。我后面要接的那个戏那个角色，我要怎么演？我要怎么去做功课？我要怎么去观察？然后就是你会想很多，你跟他们其实已经不是在同一个想法里面的。可是这对我来讲，那时候我才18、19岁，对我来讲其实还蛮痛苦的，因为我好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哦，因为我好羡慕他们可以很简单。很单纯的去想他们要什么，可是我已经想到很后面，就是如果我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这样子根本没有人认识我，那我后面有哪一个导演要我，就是会想很多，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可怕，真的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变成说你自己心里面要一直去调节，对，所以我觉得得奖，很多人觉得得奖是好事，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得奖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反而是会让你的心里面就是磨得更厚，就是你会更可以承担跟去接受很多的挫折，因为如果你不去把自己从那个圈圈里面跳出来的话，你就真的会卡在那边，那真的是所以可能会有很多艺人有什么忧郁症啊、躁郁症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你真的要把你自己的心里面就是磨得很厚，你才可以足以去面对很多东西。对。阿嬤的梦中情人是我第3部作品，那我第1部就是得奖的嘛，然后第2部是变洋记，然后第3部就是阿嬤的梦中情人。那我觉得其实这部片，当爱来的时候是我完全什么都不懂，然后导演讲什么我就去做，就去把它做好。那。变洋记呢，是我准备最用心的一部片，因为我在里面要中邪，然后我很怕，我很胆小，可是我因为这部，所以我去看了泰国，所有外国、英国，然后台湾，全部新加坡的鬼片，然后没看完以后，真的是自己就是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然后变得很神经质，这是我最用心准备的一部电影。然后第3部《阿嬤的梦中情人》这一部就卡在我要去出外景，然后我日本也有一个外景。然后跟这个，所以其实我几乎每天都没有睡好。然后我拍《阿嬤的梦中情人》的时候是已经就是几乎有1天没有睡觉，然后隔天洗完澡以后，卸完妆以后，隔天要再去外景，就是出青春后系统，可能是去爬山啊，就是会做很多很耗体力的事情。那这个小杰这个角色，其实那时候呢，我有跟导演讨论。那时候导演就说，希望就是一个孙女，就是可能一个很无知的孙女啊这样子。那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把青春后期头的那个角色，然后移到这边来。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那种小孩子，然后去玩，然后去碰到很多事情，然后听阿公讲故事这样子。对，其实那时候是我最累，但是最没有想那么多的时候。对，我觉得。小杰呢，他的角色呢，其实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真的非常难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可是小杰的角色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阿公在讲他过去以后回来，我要马上就是哭的跟什么一样，然后跟后面就是我要说我要今天我要帮阿公完成他的梦想，然后就是我要可能还要讲的就是很感动这样子，但其实呢，我很难跟他一起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在那个经历里面，就是我可能只是听，然后是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要去做很多就是那种我真的不会，因为我没有学过戏剧表演，所以我不知道我马上哭我要怎么哭啊。然后我已经一直想说，天哪！假如说我爸爸现在死掉，假如说我妈，就是你已经挤进脑子怎么想的？然后天哪！然后你就是要哭，然后你又有一个压力，就是你是新人奖的演员。然后这时候我要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很痛苦，而且人就是你越要叫自己哭，其实真的是越哭不出来。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然后而且我的声音在里面不是会说这样子很高的一个声音，或是说阿妹你怎么样，就是会变成这样子。对，那其实呢，其实如果你去看网络的话，有人会说这个声音很做作或什么什么那一类的，然后。但其实呢，我想要讲的是，我本来声音是这样子，就是我现在可以这样讲话，但是我只要一兴奋或是很开心的时候，我的声音会变很高，就是会很刺耳就对了。对，那这其实也是，我一直没有发现如果我前面有学戏剧或是学声音你要去怎么表达的话，我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学过，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会发现我很生气、很激动的时候，我声音会非常高。对，那在这里面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就对了。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不管是我觉得拍一个戏啊，前面拍戏的时候很辛苦，但是后面你要接受的那个东西，我觉得那是更辛苦的。对，但是很好的是，你要听进去可以改，一定可以进步。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好难过，我就觉得我明明就不是这种人，那为什么会有人会这样子讲？就你真的会很伤心。可是，你后面会发现，你把它听进去，然后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越不去面对的话，其实你最大的那个恶魔或者是敌人，其实真的是自己。因为如果你去听、去接受以后，你改变的话，我觉得那个反而是让那些讲你什么话的人，然后你反而让他知道说你可以做到，跟你有在改变。我觉得那个是把你自己反败为胜最好的一个武器跟力量。对，其实我在演到，因为这3部电影中间都是有开一些什么公式啊，就是一些微电影那种，但是其实我真的有想过要放弃过，因为我觉得当演员好可怜，我觉得为什么我要像一个神经病一样，我上去我就怎样，然后一下戏，然后人家还会说，为什么你跟电视上不一样啊？对，但是我觉得在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之前有跟一个人讨论。那他就跟我讲说，很多就是他会说，其实当演员是快乐。他说你感觉得到吗？那时候我跟他回答，我说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好累哦。然后我就说，我宁愿我一直卖饮料，一直这样倒东西进去，做重复的东西，还要给钱这样子。我就说我不想要再去看别人脸色，然后做很多事情。他说，你就算今天是卖饮料好了，你也是要看别人脸色啊。那你为什么不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那他说，你不觉得演员是我们人啊？就像他里面他说，人生啊，就是电影有2人片，可是人生就是一片这样子下来，他没有让你第2次播的机会，就对啊，机会对。然后所以呢，他说，如果你今天说你觉得你当演员不快乐的话，那你真的当演员了吗？他这句话讲到我很开心，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好像很会演戏或什么，但是其实，一件事情你不喜欢它，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等你做到你超过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演员，你真的当上了演员，你可以能演能收能放，你得了一个奖以后，你才有资格说你不喜欢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是很假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踏进来了，而且我明明我在表演的时候很快乐，可是为什么会不喜欢？因为是压力的问题，但是压力你必须自己去突破，对。我真的很希望我的东西是很多东西我走过，可是你们可以把它放在你们心里面，你们不一定会去承受，就不用再去，你们可以更快的往上走。其实我觉得拍电影跟卖面的，做服务业的服务生，或者是在菜市场卖菜的阿公阿嬤，任何一项工作其实都一样的。其实你当演员、当导演、当编剧，并没有什么跟别人特别，那都是一个工作。就像我那时候在菜市场看到有一个生意很好跟生意不好，其实我觉得你们并不要就是去觉得说哦这个行业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要讲的是，很多东西钱可以赚，但是才华是任何东西都比不过的。那才华，我觉得，才华是一个。以前啦，我老实讲，我以前是看电影啊，我连看《舞娘俱乐部》都会睡着，然后看书我看2页就睡着。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啊，他要有才华，他里面那个东西真的要很强。就是不管怎么样，我真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看书。最重要的是，你看书很重要的是，你先去看从你们有兴趣的东西，因为书啊，它会让你不管是讲话还是想法还是任何东西，你就是去看，真的是会莫名其妙的变得很不一样。就是我表演啊有进步的原因啊，真的是因为看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就是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有一句话说，你好像很多人啊，大学毕业了以后你才会去找书看，因为你在那个当下有书看的时候，书送上来你完全不想看。可是你离开他以后，你就会想看，因为你会发现你跟别人多么的讲不起话来，跟别人今天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不行？因为你少看了什么东西。然后我还想讲的是，就是因为我刚刚有问老师说你们是普通高中嘛，我前几天定妆的时候，帮我定妆的一个女生，她长得非常有个性，然后他帮我用衣服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定妆，就是服装的老师就对了，设计师。他帮我定妆的时候，他身上的味道很像我妈妈，就是烟味加乳液味跟那个眼神。然后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很难过的是，因为小时候曾经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天，我妈妈说她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设计师。那我妈妈现在在干嘛？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一个为了家很努力的一个女性，但是我觉得她很可怜，因为她做了很多事情，她非常的压抑，她没有去完成她的梦想。可是如果今天我妈妈坚持她的东西，她现在就是那个设计师。你为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兴趣去做的事情，你就算累多累，可是你的那个脸。你的脸就诉说了一切，因为当你在烦说哦，这个人他要怎么搭衣服，这衣服要去哪里借的那个眼神，跟哦天哪，我的小孩子为什么老师又打过来，跟我老公他今天的钱有没有拿回来，跟我下个月的钱在哪里，那个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们真的不要因为哦好像顺理成章要结婚要生小孩，然后跟爸爸妈妈希望我读哪里我就去做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你们一定要知道你心里面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我觉得那个什么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照着大家的期望，然后去好这样子上去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最后一定会活得很不开心。而且我妈妈常常会觉得说，哦，她这么辛苦是为了我们，但是我有时候我宁愿希望她不要为了我们这么辛苦，就是她如果把我再塞回去她肚子里面，我希望她是一个设计师，她会活得更快乐。对，所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啊，一定要就是你有兴趣。你朝这件事情去钻研，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很累，就觉得啊，这不是我的专长，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你会放弃很多东西，还有很多事情啊，就是你放弃真的超级容易，可是你坚持一样东西非常难，但是坚持过了以后，那个东西它真的是最珍贵跟最宝贵的。